下的22堂线上塔罗课程，现在已经全部上架完毕咯。目前有88折的优惠，马上加入，马上学习。你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经验呢？买了塔罗牌想自学，却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看了很多的影片，翻了很多的书，但是那些专有名词还是搞不懂。每一次解牌呢，都不大有信心，甚至越抽越迷惘，越抽越焦虑。其实呢，你缺的不是天分，而是一套温柔又有系统的学习地图。在课堂中呢，我会一步一步的教你从零开始跟你的塔罗牌建立真正的连结哦。那整套课程呢，分成4个章节。第一章呢，会带你认识塔罗牌的起源，教你挑选专属牌卡，并且如何和塔罗牌建立心灵连结哦。第二章解读塔罗的秘密语言，我们会逐章解析78张牌的牌意，让你轻松掌握大牌、小牌跟宫廷牌的能量和讯息哦。好，第3章呢，我们进入到实战演练的部分啦。好，在这个章节呢，不管是爱情、事业还是人生课题，我们都会用实际的案例带你练习，帮你打下扎实的基础功。好，第4章呢，进入到大家最喜欢的部分了，塔罗牌结合显化法则。好，这个时候呢，塔罗牌不只是答案，更是创造丰盛人生的魔法工具。在课程的最后呢，我们还有一个温柔又有力量的毕业仪式。你会亲手为自己抽出灵魂礼物牌，接收来自宇宙的肯定跟祝福哦。你会发现这不只是一门课，更是一段自己和内在力量重新连结的旅程哦。好，这门课呢，适合哪些人呢？如果你是完全没有基础，想要从零开始的学员，适合你。如果你已经具备基础，但是想要提升解读能力的占卜爱好者，也很适合你哦。如果你是想要透过塔罗牌探索自己、转化信念、吸引丰盛的人，非常适合你。如果你想要成为专业的塔罗占卜师，打造你的副业的话，这堂课也绝对可以帮助到你哦。准备好开启你的塔罗旅程了吗？希望大家可以赶快加入，让我们一起成为灵性学习的好伙伴，一起探索未知，创造你的丰盛人生。Hello， 选到第一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今天呢选到的牌是太阳花哦。好，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的能量状态。这一组的朋友啊，我觉得你们是心态会偏乐观的一组哦，就是说太阳花总是随着太阳转动，也就是说我觉得你们在困境之中啊，总是会选择往积极的那一面去看，你总是会选择仰望光明。然后这张牌啊，在开场的时候出现，我觉得你们的生命正在迎接一次能量的切换。可能在工作上，你过去觉得有一点卡关，努力很久还没有看到希望或是收获；在感情中，你觉得有很多话到嘴边说不出口，或者说心态上，在健康上，你觉得很想要改善，但又缺少了一股推力，缺少一股动力去做。那我觉得这张太阳花，它在唤醒你内在本来就有的积极面哦。好，太阳花提醒大家，其实我觉得第一组的朋友，你们翻盘的力量并不是别人白白的送到你面前，而是你们选择把眼光望向光明，望向希望。也就是说，我觉得这组的朋友，你们就是你们自己本身的贵人，你们自己就有能力将你的人生翻盘。好，同时啊，这张牌也让我感觉到这组的朋友啊，你们似乎啊，就是常常希望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比较阳光的，或者说比较开朗的。可能你在别人面前呢，是我很好，我一切都没有事情，但是晚上啊，你一个人的时候，脑子里可能忍不住转个不停。太阳花有一点像是想要告诉你说，你们现在可以变成一个样子，就是在外面跟自己对话的时候，都是可以感觉到很安心的。也就是说，你并不需要假装跟掩饰，因为这个太阳花，这个光明，这个光亮，就是你真正的力量。所以别人看到那个乐观的你，或者是说坚信一定会有好事发生的你，或者是说不放弃的你，那个就会变成是你本来的一个力量。你们真的不再需要假装咯。
好，这个就是你核心的主体的力量。太阳花它是一张带着温暖能量的牌哦，不管外面的天气如何啊，太阳花都保持着期待。所以我觉得这组的朋友啊，你们的能量会从怀疑跟焦虑转向光明跟希望。当你决定把你的眼光放在未来的可能性跟未来的希望的时候，你的能量就已经开始转变。你们不再需要用假装的坚强或是假装的乐观来掩饰自己内在的不安。我觉得你们本身就会化为太阳花的能量，你们本身就是光，所以刚刚说过，你们就是你们自己的贵人。你们可以先选择眼睛看向光明，或者说身体跟随着光的方向去行动，然后呢，再慢慢的让你整体能量带上来。你可以先选择你的目光是要追随太阳的，然后你的身体、你的行动再实际的动起来，再慢慢的走过去。但是你要有一个目标，有一个方向嘛，就像太阳花追随太阳一样，你们的眼睛要先定睛在你想要去的希望跟光明的地方。而且大家知道吗？有的时候天气阴沉，有时候看不到光，不知道怎么办。但是呢，身为太阳花的你们一定知道，太阳一定会再次出现。你们的生命也是如此，你们的生命也是这样，太阳一定会再次出现。所以选择把眼睛往光明的地方看去，你们的翻盘机会即将来到。好，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的塔罗牌哦。第一张牌是宝剑六，哇，这张牌我觉得非常符合这个过渡的能量哦。宝剑六它是一个过渡转换的时期，也就是说这一组的朋友真的是要恭喜你们，你们要放下旧的能量。什么是旧的能量呢？就是我觉得这组的朋友啊，可能脑袋很容易焦虑，或是很容易会模拟各种100种可能发生比较不好的情况，就是比较容易担忧啊，我说错话怎么办？这件事情如果怎么样怎么办？别人误会我怎么办？我做的不好怎么办？可能有一点点提心吊胆的能量，可能事情还没有发生哦，你在脑海中的这个想法就把自己真的是吓坏了。但是宝剑六这张牌告诉你说啊，你看这边好多支宝剑，好像你脑海中很多的想法在跳起来，在刺你，在攻击自己。现在宝剑六告诉大家的事情，你要上船了。这艘船它是你的护身符，它要帮助你渡过这种焦虑的大海、情绪的大海，到达太阳所在的地方。所以这一艘船它会带你离开混乱跟焦虑，这趟旅程是需要时间的。但是我觉得大家要放心哦，因为第一组的朋友，你们已经走在一个离开焦虑跟离开混乱的路上了。好，可能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是那种就算环境精疲力尽，你还是想要撑下去，你还是不放弃，你可能害怕就是好像离开了就是失败了，其实不是哦。宇宙想要告诉你说，保全你自己的能量，它才是一件比较健康的事情哦。离开并不是失败，只是我们要去寻找下一个适合自己的地方。好，那这一组的朋友啊，宝剑六提醒大家哦，你要先离开错的地方，才会有新的机会跟对的可能出现。这艘船会带着你从风浪离开，去往更平静的地方航行。所以呢，它会帮助你排毒，会帮助你转换掉一些不适合的能量。有些朋友啊，如果你想要遇见爱情哦，你就必须要先就是相信这个世界上会有你想要的爱情，同时你也要去动起来。因为宝剑六的这个船它不是静止不动的，你要让自己走出家门，去行动，去接触人，或者说去跟一些人联系，爱情才会来到。或者说如果你想要工作的话，你也要动起来，去接触，去询问，去寻找，
然后去投履历等等。如果你想要翻转生活，同样的你也要给自己一次尝试的机会，这个行动起来是很重要的。而且大家知道吗？就算你这个尝试失败了，其实也不会有太大的损失，顶多就是退回到原点啊。真正的损失是你什么都不做，眼睁睁的看着时间流走，而你还停留在原地。所以只要你愿意跨出那一步，都会比你在原地不动还要好，因为你看见自己正在前进，同时啊，宇宙也帮助你。这一艘小船你们站在这艘船上啊，其实随着水流啊，你们感觉自己静止不动的同时，随着这个水流往前流，你们也默默的在被往前推，所以你会渐进式的感觉到，水面真的变平静了，内心的纠结真的放下了，慢慢的放下。但是首先大家要愿意上船，愿意去行动。如果你不上船，不离开旧的地方，你永远都不知道对岸会有什么样子的风景，对吗？好，我们接下来呢看到的下一张牌是圣杯皇后。哇，圣杯皇后这张牌代表的是情感跟直觉的力量。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翻盘的关键不仅在于理智，更在于你去表达，你去沟通哦。很多的时候啊，你觉得对方并不了解你，事实上可能是你并没有把心里真正的话说出口，可能你害怕冲突，害怕被拒绝，所以你选择沉默，但这样有可能会让误会变得更大。或者是说，我觉得有些朋友你可能觉得没有啊，我都用心沟通过了，但是对方还是不理解，我讲破了嘴，他还是听不懂，好像根本就没有把我放在心上。好，但是宇宙想要跟你说，沟通的方式有很多种，有这种语言跟非语言的嘛。对方如果他是不擅长用语言的方式去沟通，他有没有用行动的方式来表示关爱呢？好，如果这是一段感情，如果你什么都感受不到，其实就是宝剑6的讯息在提醒你，你也许要去离开，到达另外一个彼岸。那这张牌我觉得更多专注的是，你身边其实有一些爱你的人，但是他爱的形式不一定是用你就是预设的方式来表达，他可能用他的方式，他表达出来的爱可能不见得是你预设的，也许在你想要被满足的那个点没有打中你，但是对方其实有试着用他的方式来表达关心哦。同样的也告诉大家，如果你关心一个人，关爱一个人，也要去表达，要去告诉他。好，那这张牌常常出现在就是心里有很多话，但是不见得能够勇敢的去说出口的情况。所以这组的朋友啊，宇宙告诉大家，翻盘的关键很多时候来自于主动的沟通或是真诚的表达。当你真诚的表达，才有机会打开翻盘的大门。这里并不是要大家很情绪化，而是带着一种柔软的态度，清楚的把感受说出来。那另外这边有一个小提醒哦，就是在沟通的时候，我觉得要避免一些比较尖锐的用词，或是说可能会引起争端的这种太过强硬的立场，理直气和，然后不要太过理直气壮。还有这里有一个讯息要告诉大家哦，就是这个圣杯皇后啊，她其实是她的爱是怎么说呢？她的爱是很满的，然后也会把爱滋养给她身边的人。但同时大家也要去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什么人是值得的。因为你们这张牌前面是宝剑6，也就是说大家要懂得去分辨，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值得你去相信沟通，跟好像很坦诚的去讲一些事情。特别是我觉得有关于你们的一些计划、一些新点子、一些机密，或者说一些个人的隐私啊，不要随便的告诉不认识的人，或者是你没有那么信任他，就不要透露出去，因为有可能对方是不怀好意的，他可能会把你这些点子、隐私跟想法抢走。所以也要懂得去分辨，真诚的沟通要给
前提是这个人是值得的，他是可以去信赖的。好，那另外啊，这一组的朋友，宇宙也有一个讯息哦，就是其实你们的表达能力是很棒的，不要再小看自己，你是有办法把事情说清楚讲明白。很多时候其实你们做的比说的更多，但是你们同时也要说，当你有自信清楚的去表达，你的能力更会被看见。你真的是要把你做了什么去说出来，因为很多时候你就默默的去做，然后好像被人家去抢功劳，或者是说别人不知道，或是说别人知道，但是因为你自己不去发言跟发声，好像别人就是觉得你不去就是就算忽略了你，或者说就算不把这个奖赏给你，你也不会去计较，也不会去反抗。所以这个有点像是会吵的小孩有糖吃吗？这组的朋友除了沟通之外啊，我觉得你们也是要有一个自信，相信自己是可以很流畅的去阐述自己的这个成果，你们是可以很有自信的去表达说这个就是我做的。所以呢，翻盘的力量就在于第一个是真诚的心跟你所爱的人沟通，还有勇敢的去争取跟表达哦。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下一张牌又是一张宝剑的牌哦。好，宝剑十哦，哇，宝剑十代表结束跟重生哦。这张牌其实代表说你们的人生啊，正要进入一个这种旧能量彻底清除的阶段。我觉得这组的朋友，你们一定会踏上宝剑六的旅程，然后接下来就是彻底的清除，有些东西真的会放下了，可能你前面还在犹豫不决，或是说有时候走两步又想要回头看。可是我觉得最终你看宝剑十都出现了，最终你们会进入到一个旧能量彻底被拔除的阶段，痛苦会过去，新的局面正在展开哦。有些朋友你可能最近有遭遇一些打击挫折，比如说工作上的拒绝失败，或是努力很久但还看不到结果，或是感情上的一种冷淡，或是突如其来的一个结束，或者是说生活中莫名的很多的小小的低潮，让你觉得很不顺，就累积起来的让你觉得很不顺。但是宝剑十这张牌它的讯息非常的明确，谷底就是翻盘的起点，因为当一切看似结束的时候，其实新的光，新的太阳也在出现哦。大家真的不要因为一次的失败就全盘的否定自己，可能只是不小心跌倒一次，你就不要一直说我就是不行，我就是没有办法再站起来，或是我没有资格成功。大家不要给自己这种一刀毙命式的自我评价。好，有的时候你脑中对自己的对话才是好像让你抬不起头的，或者说让你觉得心很累的一个关键。大家不要好像非黑即白，说我一次失败我的人生就全部完了。在工作上呢，如果一个方向已经证明行不通了，那很好啊，你就知道这个方向不能走了，因此你就可以去尝试其他可能会成功的方向，转个念，新的选择会让你走得更快。在感情也是哦，与其你死守一段没有回应的关系，你可以勇敢的去承认说它就是结束了，那我才可以去迎来新的人，我才可以往下一步去走，去看一看，很开心的想说那我接下来要去跟谁约会，我要怎么选对象。你就要把你的心转移到未来的期待上面，你把你的注意力转移到未来会有什么样子的可能性上面。同样的，在生活中请你们把不顺跟失败当作是人生的转折点，而不是终点哦。就是你觉得你没有成功，你觉得你失败了，你可以告诉自己说，我只是还没有成功，加上一个还没有，只是现在还没有而已，但我以后会成功啊。所以并不是我人生永远都不会成功哦。所以还有很多朋友，你可能很怕就是跨出去之后旧有的东西会瓦解，然后又不知道未来是怎么样。但是呢，宝剑十的力量提醒大家，真正的勇气是在一片好像
蛮荒啊，或是打战过后的这些断垣残壁，这些结束残败之后，找到一个重生的力量。一旦你接受某一个旅程它已经走完了，你就会看到新的道路在前方展开哦。比如说有的人失恋的时候会觉得我整个天都塌了，但是未来可能1年之后，甚至几个月之后，你反而遇到真正契合的伴侣。所以这一组的朋友啊，我觉得你们什么时候会迎来翻盘呢？就是你什么时候会走出这个旧能量的这个困境，宝剑10这个渡河的旅程，这条河有多长，还有你前进的速度有多快。刚刚说过你就是你的贵人，所以每一个人的速度时间都不一样。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我们接下来是金币国王。金币国王这张牌的力量，我觉得大家可以稳了，大家可以安心了。金币国王代表就是稳定、成就跟掌握资源。我觉得大家的翻盘最后会有一个超好的结果，就是你会落在一个稳固的基础上，你会逐渐感受到踏实跟安心感哦。这一组的朋友啊，我觉得你们其实很追求的可能是一种稳定的基础。这个基础不是一夜暴富，但是它可以让你晚上睡得好觉。比如说投资组合也好，这个投资组合它可能不是一夜会暴富，但是它绝对可以让你晚上睡得很好，不用去担忧，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会担忧，而不是冒一个很大的风险，就是我有可能一夕暴富，但我也有可能一夕一无所有。不是，我觉得这组朋友你们不是去冒这样子一个很大的风险，而是你可以很安心的、稳定的去增长。好，有些朋友啊，宇宙想要告诉你，你要去改掉一些坏习惯，然后去持续累积一个好习惯。比如说呢，你的健康习惯，或是你持续对自己说好话的一个习惯，只要你持续累积，其实呢，我觉得从现在开始到年底，你会慢慢的看见一些丰硕的成果。好，金币国王这张牌，它其实是带着很厚实能量的一张牌哦，代表说，我觉得你们过去所有的努力并不会白费。你会出现一个很稳固的基础，这个基础让你可以不用担心说下一步怎么走，明天怎么办。当你看到金币国王的时候宇宙就在告诉你说，其实终点等着你的就是一种踏实的稳定感，这个是非常踏实的能量。所以大家专注在完成眼前的小小的任务，这些小小的成功的累积都会是你未来翻盘的基石。在财务上请学会稳健的理财，不要因为焦虑就乱花钱、乱投资，选择一种稳定累积的方式，才会带来长久的安全感。同样的，在生活中养成规律跟自律的习惯，它也是对自己一个很长久的投资哦。好，这张牌的能量稳定的累积，当你持续踏实的走下去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其实你回过头来去看，你真的已经比刚开始的你多了很多的成果。所以重点是什么？重点就是要行动，要起步，即使那个起步很微小也没有关系，就是要开始。所以我觉得这组朋友你们有可能就是在财务上透过微小持续的累积，1年之后会有这种可观的财富。或者是有些人你可能每天固定早起去学习，或是去增加自己的技能，或是现在正在念什么样子的这种书籍知识领域的一个探索。好，半年之后你就会发现自己的能力明显的提升，可能迎来一个升职或是新的机会、入学的机会等等。这些小小的累积绝对都会成为你最后翻盘的力量。好，来看一下下一张牌冷月面对你的恐惧。哇，这张牌很诚实它的讯息很直接，就是面对你的恐惧。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很多你们会出现这张牌，很多的朋友其实你内心真的是有一些令你烦恼的事情、焦虑的事情，一个很沉重的事情。它有点像是，虽然我今天
看起来还就是我今天平顺的度过，可是这个恐惧是有点像是不定时炸弹，就是未来有一天可能会到来，然后你会一直有一种没有办法舒心过生活的这种压力。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到来，或是你已经知道有可能什么时候会到来的那种恐惧，但你可能现在还没有办法去应对。你的内心深处有一些挣扎，许多的不安跟忧虑被放大，然后你可能心里会有一些想法，是关于这个恐惧的一种延伸哦。那冷月这张牌要告诉你说，恐惧它其实很像是夜里的影子，那很可能你去模拟一些很糟糕的剧本，会放大你的恐惧，或者是说你现在停滞不前。这个停滞不前，你可能是说，我自己是在等一个好的时机，但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你被恐惧困住了。所以冷月这张牌想要告诉你说，恐惧好，它可能是一个事实，恐惧的事情它可能是一个事实，好，但是阻碍你的并不是这个恐惧的事实，而是你脑袋中的剧本。好，其他的人或是有没有人克服过这个恐惧，他是怎么克服的呢？如果是连接到感情中的能量宇宙想要提醒大家不要害怕表达自己的需求，因为真正爱你的人，他并不会因为你说出感受就离开，反而会想要更了解你。那如果他真的因为你说出你的感受就离开你，其实这个也是很好的，因为宝剑六嘛，你们要跟旧的能量告别，然后大家可以就是把恐惧的大小缩小，或是停留在这里，不要再把它放大了，一步一步的去测试现实的情况究竟是怎么样。好，你有什么方法可以去应对？当你把所有你可以准备的都准备好了，或是你尽情所能的去面对了，剩下的其实尽人事听天命，其实你做好了你该做的部分，宇宙也会看见，我觉得宇宙也会帮助你护航你到另外一个就是美好新的彼岸，一个让你觉得可以安全跟放心的地方。而且因为大家这边你们有金币国王这张牌，我觉得你们的恐惧会被一种比如扎实感、踏实感、安心感所取代，所以这个恐惧的事情它有办法被缩小或是解决哦。好，当你可以直接面对你的恐惧，直视你的恐惧，当你看见它，当你勇敢看见它的时候，这个恐惧它就再也没有办法去控制你了。我们的下一张牌，追随月亮，留意征兆。哇，留意生活中的一些征兆。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好多美丽的蓝色的蝴蝶，蓝色蝴蝶呢是非常强而有力的象征的讯号哦，它是一种来自灵魂深处跟宇宙高频的呼唤还有转化的能量哦。蓝色蝴蝶呢代表说大家正在经历到一种灵性的转化期，正在经历或是即将经历，它是一种灵魂层面的成长，而不是单纯的生活事件的发生。我觉得你对生命的理解正在升级哦，你的直觉变强，你可以感受到更高层次的自己在对现在的你自己进行呼召、进行呼唤。还有大家最近可能会特别对于命运宇宙还有人生的意义等等的问题觉得特别的有感觉。那同时蓝色在脉轮系统中对应的是喉轮第5脉轮，所以抽到蓝色的蝴蝶，我觉得这边对应到好圣杯皇后，代表说你过去有一些真心话藏在心里还没有说出口，现在有机会可以说出口了，现在是一个可以勇敢表达自我、说出内心真相的时候。
请第一组的朋友保持信心，留意生活当中的一些征兆，因为宇宙正在跟你对话。你的梦境啊、直觉啊，或者是你认为一些很巧的事情哦，其实它都是你前进的路标。当你愿意相信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未来的道路、翻盘的道路早就铺在你脚下了。蓝色的蝴蝶就是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象征的讯号哦。真的是恭喜第一组的朋友。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最后2张牌哦。Moon-casting， 好，就是月亮的显化梦的魔法。好 ，Moon-casting， 这张牌很厉害，大家有看到有一个女巫哦，她手正碰着像月亮一样的水晶球。然后他们是在水里面，他的身体是在水里面的。这个像月亮一样的水晶球，它是浮在水面上的。哇，这张牌的力量很强大哦。月亮象征着直觉、潜意识，还有阴性的能量跟周期哦。那 casting 它是一个祈愿或是投射的能量，它是一个施法的这种仪式。所以呢，其实这一组的朋友啊，宇宙在提醒大家，你们其实可以利用不同的月相的变化来进行一些特定的一些魔法的仪式。比如说在新月的时候，很适合去许愿，开启新的计划。在上学院的时候啊，很适合去行动或是增加你的动能。在满月的时候就很适合显化，去达成目标。在下弦月的时候很适合去反思、清理、放下跟结束。大家可以配合的月相来做一些内在的清理跟疗愈哦。好，那这张牌啊，它是一张我觉得代表灵魂愿望的一个投射，将你的愿望能量或是情感投射给月亮。然后月亮它会作为灵性之门，传递你的祈祷跟请求给宇宙。所以呢，这是一种灵魂层面的投射，所以大家可以比如说对着月亮来许愿，或者是说想象你的情感、你的愿望变成光束一样融入到月亮中。好，那这一组的朋友啊，宇宙想要告诉你，只要你专注在一个目标上，你的梦想就会逐渐成真。好，所以其实宇宙在告诉大家哦，只要专注在一个目标上，你们的梦想就会逐渐实现。当你允许自己更有热情、更不怕犯错的时候，其实你的能量场就会加速的运转，你的梦想也会更快显化变成现实。同时我们结合前面的牌哦，我觉得宇宙透过各种细节在跟第一组的朋友对话。你要留意征兆，你的人生现在走在一个需要敏锐观察的时期，而且我觉得很多的翻盘的逆转转机的这些机会跟提示已经出现在第一组朋友的身边了，你们要去看清楚或是把它抓紧。比如说呢，你假设考虑换工作的时候啊，你脑袋中可能会浮现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或者是说你在网络上看到相关的职缺，或者是身边有朋友主动的邀请你。那你在烦恼感情的事情的时候，也许在梦境中宇宙会给你一些提示，以及生活当中你可能反复看见的颜色、数字、图案，或是一些句子，或是巧合，常常听到的声音，让你心头一震。这个都不是偶然，这个都是宇宙在给你的方向感。所以呢，这一组的朋友请留意生活当中的一些启示，它可能是偶然的一场会议，或者是某一个场合，然后某一个人对你说的话等等的。许多人错过机会，并不是因为运气不好，而是因为他可能不小心忽略了征兆。所以宇宙想要提醒大家，当你愿意相信的时候，宇宙就会不断的给你一些引导，给你一些指引。来看一下最后一张牌，哇，属于你们的黄金时候到了，这是好兆头，很棒的一张牌耶。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会有那种高光的时刻，
这是一张带着祝福跟光辉的牌。你看画面里所有的万物都被夕阳的金光所笼罩，所以这张牌就代表成功，宇宙给你们的肯定，以及你的人生会进入到一个收割的阶段，你人生的高光时刻正在靠近哦。如果你过去觉得付出很多，但是都还没有成果，或是说怀疑自己的努力是不是都白费的话，现在我觉得你们会进入到一个高光的时刻，你的努力并没有白费，只是过去时机还没有完全到，但是当光落下来的那一刻，你会发现所有的你期待的一切都在等着你。这张牌啊，我觉得反映了第一组朋友你们心里对确定感的一个渴望，你们一直在期待某一天的到来，某一个数字的达到。当你终于看到成果的时候，你自己会有终于放下心来的那一种安心感。所以这个黄金的时刻就是那种安心感，宇宙正在为你准备，你需要做的并不是怀疑，而是继续坚持现在所做的事情哦。请把握最后的努力的时期，因为光正在照耀你。那在感情当中啊，我觉得这张牌也象征着某一个新的开始，或者是关键的和解。单身的朋友在年底的时候，在年底之前可能会遇到一个让你惊喜的人。那有伴侣的朋友啊，我觉得这张牌则是你可以结合前面的能量，我觉得你可能会跟伴侣有一场比较真心的交流，然后这个交流之后，你们的感情是我觉得可以构筑一个更大的目标，或是说可以朝着更加稳定的方向去走，而不是彼此猜忌，或是这种各过各的能量。在健康上，这张牌很重要，它是一个能量回归的讯号。你会感觉自己比前半年，或者说自己会比6个月之前更加的有力气，身体跟心灵都会变得更加平衡。最后啊，宇宙想要说的是，这个黄金时刻真的是你值得的、应得的。大家不要在好像光快要来临之前去怀疑自己，去放弃哦。有些人可能一年当中努力准备考试，中途也许你会想要放弃，但最后呢，它是有一个黄金时刻到来，可能就迎来了你想要的录取通知。有人在感情里可能长期等待，或是经营关系，有机会在年底迎来一个承诺或者是共识。好，这些都在说明光一定会来临，只要你不放弃。所以这张牌的祝福就是你会亲眼看见属于你的金色的黄金的时刻，高光的时刻，并且明白这一切的努力都是值得的。好，以上啊就是有关于第一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节拍啦，好棒的一组哦，恭喜选到第一组的朋友。那最后也提醒大家，米娅的22堂塔罗课程现在已经完全上架完毕了，如果想要成为灵性学习上的好伙伴，也欢迎加入跟米娅一起学习。我们下期影片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二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娅。那我们来看一下你们今天选到这张主牌的能量哦，是一座山，而且是被白雪覆盖的山哦。这张牌呢，就是给人的感觉是非常纯净、纯洁，还有这张牌呢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一点野性的力量，我们需要野性的力量来滋养哦。这一组的朋友啊，我觉得宇宙其实想要告诉你说，可能现在的你哦，长期压抑你自己哦，你在追求安全，你在追求理性，可是你缺少了一点冒险跟突破。在感情中，你可能因为害怕受伤而伪装成一个坚强的样子，甚至你不敢展现你真实的感情。在生活中，你可能活得太规矩、太克制、太压抑，或者说太扮演好一个你应该做的角色，是好员工、好爸爸、好妈妈，或者是我是一个好女儿之类的，有一点点失去了热情哦。那这张牌在于唤醒大家最原始的生命力，为什么呢？因为
第二组的朋友，你们其实内心一直有一股渴望自由的力量，只是长期被压抑住。这个能量如果不能够被释放，你会觉得很空虚，失去热情。其实啊，这张牌能量就是邀请大家把你隐藏的野性、跟真实、跟直觉唤醒出来，它能够真正的带领你走出低谷。所以呢，给自己多一些机会去尝试，就算你失败了，也不会有什么损失。允许自己去冒一个险，开始一个小小的步伐，开始一个小小的旅程。在人际关系中，在爱情当中，可以勇于的去展现你的不真实或是不完美，反而有机会去吸引到更适合的人。那这一组的朋友啊，有的时候宇宙在告诉你，因为这张牌是很纯净的一张牌，有的时候人生的大翻盘不见得是你拿到很多，你拥有很多，或是你多做了什么，而是少做一些你不喜欢做的事情。能够驾驭时间的人才是真正的赢家哦。其实这个静静耸立的山哦，想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哦，你唯一需要选择的就是你自己真正想走的路。山呢，它不会屈服或是屈从于外在的喧闹，不管外在的声音是什么，山还是他自己。所以呢，这张牌在提醒大家你翻盘的力量，你逆转的力量，不再是依附于外在的规则跟比较上，而是回归到最真实、最真诚、最纯净的你自己。如果你可以去除掉你不喜欢的事情，或是说，如果你生命中你所做的事情是你内心真实所想要去做的，如果你可以去掌握住你自己的时间的话，如果你可以有勇气选择你自己喜欢的方式过生活的话，其实你就会成为真正的赢家。真正的赢家不见得是拥有好像最多的物质，而是谁能够在时间里做出最喜欢，或者说最服从自己内心的一个，最顺服自己内心的一个选择哦。因为钱呢，你可以去借钱，你可以存钱，钱再赚就有了。但是时间呢，它一流失就不会回头。钱它可以被交易，但是时间没有办法被交易，没有办法说我拿钱去买你的时间，增加我的寿命。所以唯一公平的就是时间。时间它是这个世界上不能够买卖，也不能够被交易的东西，而且它一去不复返。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为什么这张牌在这边出现，它真的是要唤醒你回归真我，回归自我。好，如果你现在觉得有一些困境的话，宇宙想要告诉你，这个并不是你人生的路途的这个终点，你只要往前走一步，都会比你停留在原地更靠近你所想要的这个地方哦。我觉得接下来在秋天或是冬季的时刻，你们会被推动去面临一些新的挑战。当你勇敢跨越舒适圈的时候，你会发现一切都不一样了。或是说，当你勇敢去追随你自己的声音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你活得更有热情。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两张月亮的牌哦。我们一张是夜月，一张是雪月。好，在月夜这张牌中啊，在黑暗中，我们有月光在照耀一个人呢，他站在月光的光影里面，其实看不清楚这个人的表情，跟他是男生还是女生，还有他在想什么看不清楚，但是我们有看到他黑色的一个倒影，这个是他内心的阴影哦。为什么出现这张牌呢？代表说大家在人生大翻盘逆转的这个时间点上，有一件事情需要去处理内心的阴影。有些朋友你可能被
困在过去的一个伤痛中哦。如果逃避的话，这个阴影它有可能会壮大，唯有你直视这个阴影，并且处理这个阴影，才能够化解。可能这组的朋友啊，你潜意识里常常会被一些负面的剧本所影响，明明事情还没有发生，但是你就过度的分析，或者是说担忧，这些担忧其实会耗损你大量的能量，让你停滞不前哦。那宇宙想要告诉你说，练习在日常生活中停下来，不要让你的脑袋一直过度的运转。还有，当你停止逃避的时候，当你开始整理自己阴影的时候，面对自己内在的阴影的时候，我觉得这组的朋友，你的能量会在秋冬之际出现转折。这个转折是你突然可能对一件事情想通了，想明白了，放下了，然后你会觉得一切轻松很多。那这张牌啊，真的是代表这组的朋友，你可能有这种长期的一个担忧，这个长期的担忧被放大。那这里呢，多层次的这种三重月，它其实在提醒你说，这个阴影它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我觉得这个阴影它是一个反复的，你们常常在脑海中思考、环绕已久、萦绕已久的一个课题，真的是反反复复一直在想的一个课题哦。它就像影子一样，如影随形。好。所以宇宙想要告诉你，你要去看见它，然后处理它，面对它，停止过度的去分析。有的时候停止过度的去思考，就是给你自己最及时的一个救援哦。你要成为你自己的啦啦队，你要成为你自己的好帮手，让你的焦虑从很大的一座山变成你脚下小小的石头，让它小到你一踩就碎，好吗？那要怎么做呢？勇气这张牌出现了。血月这张牌很鲜红很强烈，它象征的是行动、突破跟勇气。出现在这副牌里面的能量就是要告诉你，你们需要做勇敢的那一步，你们需要往前跨出一步，你需要勇敢，你需要去行动。可能你过去有想，但是你不敢行动。我想要离开，但是犹豫不决。我想要追求某个目标，但是我害怕失败，我害怕丢脸。我想要表达感情，但是我害怕被拒绝。其实血月的明确的讯息就是，你不要观望了，你去行动吧。那真正的失败并不是跌倒，而是什么都不做。当你愿意为自己勇敢一次，你就会发现自己有多大的力量，你就会有自信心再去面对接下来的路。即使这一次尝试是失败的，你们也不会觉得好丢脸，而是你有信心，发现我是可以面对失败的，我是可以处理失败的，而且我可以更往下走。比如说在工作上大胆的去争取你应有的，不要怕提出自己的想法，在感情中主动的去跨出那一步，无论是表达心意或者是改善沟通的方式。在生活里，也许你可以去尝试接触一些你以前不会接触的人，或者是让你有一些小小的不舒服的一个状态，去看看，去试试看，然后迎接一些新的挑战，也许会有新的想法跟新的热情哦。行动会带来突破。一旦你愿意跨出第一步的话，这个翻盘跟逆转的能量会立刻被打开、被开启。好，那有的时候啊，这个沙丘它代表某一种不稳定的基础，代表说，你现在站的地方它看似很稳定，但其实，这个沙丘它其实是风吹来，这些沙子可能会散开，这样这个人可能现在看起来站在高峰，但这个地基并不是最安全的。有些朋友你站在一个看似安全的地方，但它其实没有那么安全，但你自己心里也知道，现在就是有勇气真的去面对现在的真实的一个情况，你让脚下的沙子变成真正的，比如说坚硬的山，也就是说你们并不是站在一个沙丘之上，而是站在山巅，这个山巅是稳固的，你们是可以从沙丘移到山巅的这个位置哦。当你跨出去的那一刻，宇宙会为你开路。那行动要真的行动起来，它是一个很温柔也是很强力的一个自救方式。等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的牌，我们的塔罗牌，宝剑皇后、权杖八、
权杖9，好，来看一下宝剑皇后呢，其实象征着大家第2组大家，你们绝对会拥有清晰的头脑。这张牌出现的时候啊，你更清楚，你会更清楚你要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来看待自己的人生哦。你会看清楚事实，看清楚真相，不会再被一些幻象所迷惑。过去你可能会因为别人的眼光而怀疑自己，或者是现在感情中的情绪纠缠。弯弯绕绕，但是我觉得宝剑皇后提醒大家，你们会在理性跟感性之间去取得一个平衡，去理性的看待一些事情，究竟什么才是真的对你自己有益处的、好的你的眼神很清晰，就像一把剑一样，能够割断眼前的迷雾，让这些迷雾散开，让整个路径显现。你会觉得，眼前的路其实很清楚。你们不会再逃避，我觉得你会直面真相。这个直面真相啊，会让你找到出口。其实逃避啊，才是最大的一个消耗，因为那个阴影会不断的反复的出现哦。我觉得这组朋友你会很成熟、很果断的去处理一些事情，而且会用理性的眼光去规划。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权杖8。权杖8它是一个快速的转变，也就是说，我觉得大家逆转跟翻盘的这个时间点它会来到，而且比你想象中的更快。一旦你开始行动了，能量就会推动你快速的前进。一旦时机成熟的时候，其实事情它会以极快的速度展开或是发生你的好消息也是就是突如其来的，它一来就是好几个好消息8个好消息一起来，就像这个8根权杖一样，很快速的飞到你身边那同时宇宙也提醒大家，有的时候你要保持弹性，随时呢给自己预留一点余裕，是可以去调整的，不要把自己好像锁死，或者说非要怎么样不可。那当机会来临的时候，你果断的出手，不要再犹豫，就抓住这个好机会这个快速的变化，你们的生命会有快速的变化，但是这个快速的变化并不是一个混乱，而是你整体的能量在推动现在这个局面跟情势。宇宙替你展开眼前的航道，命运的箭一旦射出，它就不会停下。所以这里的快，它不代表混乱，而是宇宙会帮你把不需要的能量清除，有一种能量清场。那同时也要提醒大家，机会来临的时候，你要赶快去抓住。好，权杖9你们有一种就是从重担跟迷雾中找到方向，走出来的感觉好，接下来又是权杖的能量火的能量。大家有一点从就像这只白猫，它从层层的森林中走出来，找到自己的路。好，权杖5就是你们会有一些冲突可是这个冲突真的是，我觉得你有一种势在必得，我不怕竞争，我不怕冲突。因为这个冲突我会拿下胜利，因为这个冲突是我成长的开始。我觉得大家会有好胜心，而且是那种就算是要竞争排名我觉得对你来说你不会害怕或是退缩，或者是说我觉得这些摩擦会让你更清楚你自己想要的东西，将挑战视为磨练而不是阻碍。你们会在这个竞争当中去学会找到自己的优势，拿自己的石头去击别人的卵。我觉得你会就是很聪明的运用自己的优势，在这些竞争中取得胜利，而且你胜利之后会有一个巨大的成就感，就是你做得很好，你就是非常的突出，非常的耀眼，你就是那个一出场就会被看见的人所以我觉得不要害怕去表达不同的意见。当你熬过眼前的混乱的时候，我觉得在年底之前，大家会发现其实自己比自己想象的更加的强大。好，你们可能会经历过一场像是试炼场一样，然后有一些碰撞，然后能量交错的声音这个期间呢，其实是在帮助你找到属于你的独特的位置、独特的定位。所以假设你们经历过一些能量上的混乱，它绝对不是毁灭，而是帮助你重组。摩擦或是竞争，它会逼出你自己真正的样子以及你的优势。这个挑战对大家绝对是有帮助的，这个竞争对大家绝对是有帮助的，好吗？好，再来看一下
的下一张牌是宝剑七哦。这组的朋友啊，宝剑七，我觉得你们会用一个比较聪明的方式去拿到你想要的东西，同时啊，也要注意，你要去保护自己的能量，留意人际关系中的能量交换，避免你过度的被耗损。有的时候要学习说不，这个是你们要逆转、要翻盘时候的一个必要的保护。当你学会守住自己的界限的时候，其实你会迎来更稳固的一个局面哦。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的人都值得信任，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去承载你的梦想。所以呢，如果你脑海中有一些点子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先不要大张旗鼓，或者说你可以默默的去进行，默默的去做，等到真的有成果，或者说这个成果很稳定的时候，你再把它公开，同时也要保护你自己的能量界限。我觉得这组朋友你会选择用自己的方式去排除或者说移除一些明面的压力，或者说不必要的这种好像会消耗能量的场合嘛，你们会用自己的方式去避开、化解，或是婉转的推辞。好，接下来是正义牌，哇，正义牌的能量很厉害哦。正义牌象征着业力、选择还有因果的一个显现。如果第二组的朋友，你以前常常觉得很不公平，比如说为什么谁谁谁就因为一个幸运就可以过着一个很棒的生活，他其实也没有付出很多，也没有比我努力，甚至有点像是他会拿着他的这个好运气所得来的东西在炫耀。那你明明比他努力这么多，付出这么多，却没有这些东西，你会觉得很不公平。有些人坐享其成，那有些人甚至坏事做尽也没有报应，对不对？好，如果你有这种想法的话，宇宙的正义牌想要告诉你，平衡最终会到来。你需要坚持你自己的一个原则，然后你也要去留意一些，谁他其实是会利用一些欺瞒的方式来有点像是吸收你的能量，或者是想要夺取你的一些东西。我觉得你们会看清楚谁是小人，或者说谁是值得深交的，谁就是跟他保持点头之交就好了。你们会看清楚这些事情，同时很重要就是维持内心的平衡哦。宇宙的正义牌想要告诉你说，你们的努力会看见所有的一切，他会回归一个公平的回报。你觉得这个人他有点像是现在好拥有这么多的东西，然后同时他用一个好像不舒服的方式去炫耀。好，假设他就是在这当中呢带有一些恶意，或者是说呢因为他自己的幸运就用一些蛮横无理的方式来对待别人的话，他最终呢这个业力会回报到他或者是他身边的人身上。好，可能他现在所拥有的一切不见得是他努力而来成果，也许真的就如同你们所想的，这是一个幸运，这是随机分配到的幸运，或者是说命运。好，命运因为他的家族，或是因为其他人曾经把一些福报分给他，让他拥有现在的这个幸运。可是最终呢，如果他自己的德性不够，他把这些福报很快的消化完之后，他也会承担相对应的一个后果。那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接下来迎接的是长久的稳定，也就是说宇宙会在最适合的时候把属于你的交回来，交给你。你不要，就是你们不要害怕，宇宙会在对的时间去还你公道，真正的平衡跟真实会回到你们的手上。然后我觉得这个正义会来得很快，因为我们配合权杖8，它是一个能量很快的这个牌卡的显现跟突破。也就是说，我觉得当正义那一刻到来的时候，它是很多的事情都在一一的对齐，一一的对位，然后你一一的收到这些好消息。同样的，我觉得你心里的一个重担，或是想不通的一些因果法则，你也会放下。
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下面的牌哦。好，这张牌是 Reflection of Time， 时间的反射。这张牌神谕卡的画面，它很像是水面下的门哦，它象征着时间循环，还有过去的课题。其实这张牌又跟前面的月亮，它的能量是重复的，也就是说，很多事情它是周期性的重来，而不是结束了就结束了。所以宇宙在告诉你们什么呢？好，过去的错误跟经验其实都是礼物。该放下的就放下，该学起来就学起来。翻盘的关键在于，我觉得大家会逐渐接受时间的循环。你会发现在这个时间的循环跟流动的过程中，一切都在为你的蜕变做准备。好，这张牌啊，门后水流跟光影交错，它很像是水底的水面下的这个时空隧道。那水象征情绪，这一扇门。它象征的是转换，光影则是提醒你们，其实时间它并不是带走你的议题，而是反映出你应该修正的一些功课。我觉得当大家跨越了这道门之后，有些课题真的就完成了，就放下了，就毕业了。这些课题一旦完成、放下、毕业之后，它就不会再回过头来找你们了。有些朋友，你可能是感情的课题，你在感情中可能前面就是巡回，或者一直重复、反复的失败，会遇到不好的人。现在有一种我终于毕业了，我终于从感情这个好方面解脱了，我看清楚了，我不再受到这样子的轮回所影响了。所以宇宙想要告诉大家时间不是敌人，它是老师，它没有夺走你什么，它会让你留下你真正应该带走跟学习的功课。每一次的循环都是一次的蜕变。很多的朋友，你们有一些背负很久的沉重的循环的议题，真的恭喜你可以放下了。有些朋友可能是有关于家庭的、小孩的，或是其他方面的健康议题，真的都可以安心的放下了。一旦跨过这一扇门，这个议题就结束了，你们就毕业了。好，这张牌怀旧的释放哦，画面中是一位赤裸的女性背对着我们，她走向光的方向。这张牌象征着疗愈、释放过去，回到最真实的自己。也就是说，我觉得大家会翻转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就在于你们会学会放下过去的执着，无论是有关于感情的伤痛，还是对于自我的一些旧有的怀疑。当你们释放过后，还有新的希望会进来。我看见你们的翻盘啊，其实近在眼前，因为你不再回头了，你勇敢的朝着光的方向走去。这个赤裸的女子，她代表的是真实，她身边的丛林代表未知，光代表着很明亮的一个未来。所以这张牌告诉大家，真实的面对自己，有点像是我赤裸上路，我卸下保护色，我走向光明。虽然这个光明有一点冒险，或者说有一点未知，不知道前方等着我的是什么，但这个才是新生哦。大家不要再回头看你身上的伤口，不要再回头为枯萎的花所哭泣，因为你未来的道路上满山满谷都是漂亮的鲜花，摘也摘不完。所以不要再回头为一朵枯萎的花哭泣，然后释放掉的这些情绪并不见得是完全的遗忘，而是我们带着记忆，带着学习到的这些功课往前走，继续这个旅程。所以光在哪里？光在你们的前方，而不是你们的身后。好，以上就是有关于第二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恭喜选到第二组的朋友，祝福你们。最后也提醒大家米娅的线上塔罗课程现在已经完全上架完毕咯，现在加入的话可以马上观看。那如果想要成为灵性学习上的好伙伴，欢迎一起加入，跟米娅一起学习。我们下次影片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三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娅。那我们今天呢，要来帮大家看的是，你们人生在哪一方面即将有转机，即将要大翻盘哦？还有推动这个转机的关键点是什么呢？你们选到的这张牌是鸟哦，我们可以看到牌面上很美丽的蓝色的小鸟，它在粉红色的花朵的背景中张开翅膀，自由的飞翔。好，
这张牌给我们的讯息是 You are free to fly。 好，你们是可以自由飞翔的。第三组的朋友啊，可能你过去常常觉得你被困住了，你被困在笼子里，这个笼子可能是责任，可能是压力，可能是金钱，甚至是你对你自己的一些不信任跟否定哦。可是小鸟，蓝色的小鸟告诉你说，笼子它并没有锁，门是开着的，只要你想要飞出去，你随时都可以展翅高飞哦。那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一个潜意识的聚宝盆，那它会收集每一天你对你自己说的话。如果你总是告诉你自己说我不行，我没有希望，那这个聚宝盆它就会装载很多的负能量。那如果你每一天告诉你自己说我值得幸福，宇宙是支持我的，那这个聚宝盆它会源源不绝的回馈能量给你。所以小鸟这张牌啊，想要告诉大家说，你要先相信你自己是可以飞的，那么你的潜意识就会像聚宝盆一样，源源不绝的滋养你，帮助你长出翅膀。那你可能会说，可是外在的环境还是不好啊，还是缺东缺西，还是有人批评我。但没有关系哦，其实你真正的力量不在于外在，而在于你如何灌溉自己。大家可以多多关注在每一天你完成的小事，比如说呢，你为自己下厨，你照顾好你的家人，你的宠物，或者是说你勇敢开启一个新的旅程，新的挑战，学习新的事情，然后新的语言等等的。这一些看似平凡的小事情，其实都在让你跟昨天的自己不一样。其实这都是你自己长出翅膀的一个过程。所以这张牌的灵性讯息想要告诉大家说，自由并不是等到环境完美我们才来飞，而是你要先相信自己，你本来就是可以飞的，你本来就是能够展翅高飞的。所以我觉得人生翻盘的这一刻是在什么时候来到呢？宇宙很清楚的告诉第三组的朋友，当你愿意对自己说一句我已经准备好展翅高飞，我已经准备好飞翔的那一刻，那个时候你的人生就会开始松动，新的可能性就会打开。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到我们的牌卡阿卡西之流哦，哇，这张牌很厉害。牌的画面呢，是古老的殿堂，瀑布在奔流。那在这个殿堂啊，拱门中间啊，有一弯明月。好，这张牌告诉大家说，其实第三组的朋友啊，你们的逆转转机关键在于灵性觉醒哦。有的时候你们太拼命，太拼死拼活，不管是外在给你的目标，或是你自己给你自己的目标，你可能就是拼死拼活的要去达成，觉得只有努力才可以翻转人生。但是阿卡西之流这张牌告诉你们说，真正的翻盘有的时候不是靠外在的努力，而是靠内在的觉醒哦。比如说有些朋友啊，我感受到也许有些朋友在这一组，你们身体可能有一些病痛。这个病痛呢，宇宙连接的讯息是疾病可以让你洞察生活跟灵魂灵性的一个成长哦。因为很多人在顺利的时候并不会停下来思考，反而是因为一次疾病一次受伤，逼得我们慢下来，然后才开始听见内心的声音。当你愿意接受，允许一切发生，一切刚刚好，你会发现原来困境也是宇宙送来给你的老师。好，其实这张牌啊也呼应了我们第一张主牌的能量哦。小鸟提醒大家要飞，阿卡西之流告诉你要怎么飞。我们并不是盲目的乱飞乱闯，而是我们进入到灵性的流动中，让古老的智慧带领你。不知道你愿不愿意相信哦，宇宙知道你的路，你的生命知道怎么带你去更好的地方。那让宇宙的智慧带领你走向更好的地方，而不是好像努力的
有一种盲目的，就是很乱冲乱闯，或是你觉得耗费了很多的心力还看不到成果的时候，你就要静下来去想一想阿卡西之流的智慧。好，哇，这张牌有臣服的能量耶，秘密花园哦，画面是一片梦幻的花园，真的很美，有玫瑰花、白色的小花，然后还有美丽的城堡、瀑布，还有光照耀在这个女生身上，她在做伸展。好，这张牌充满了疗愈的能量哦。好，这张牌说，很多时候我们的转机关键在于我们种下新的种子，给自己更多的滋养哦。同样的，也呼应了前面阿卡西之流所说的，有的时候你们真的太习惯拼命，太习惯把自己逼到精疲力尽，可是你忘了你内在的花园，它其实是需要灌溉的，它其实是需要阳光、水跟耐心去滋养的。所以呢，秘密花园提醒大家哦，你的内在需要滋养，你的梦想也需要滋养。我看见转变之后的你啊，可能你会开始学习一种新的知识领域。好，也许你会开始想要学习灵性，或是塔罗，或者是说你想开启一个新的嗜好，或是你更加专注关注到自己的饮食。这里面又有细分很多种，比如说运动也好，它有很多不同的项目跟类别嘛。也许你之前是有尝试过某一种运动或是某一种减重的方法，但是你可能觉得没有成功或是不适合你，我觉得现在是有一种更适合找到一种更适合的方法。比如说减重有很多的方法，然后你找到一个好对你来说是最可以负担的，然后又是最有效的一个方法，类似这种。或是你学语言啊，你可能花了很多的时间金钱都没有成效，或是效果很缓慢，现在有点像是好找到了一个刚刚好适合你的一个方法，因为适合别人的不见得适合你，找到一个在这个学习的领域中找到适合你的一个方法，好，让你可以好像顺藤摸瓜一样，就是很容易的就攀腾上去。你们要注意，就是真正的翻转，或是说真正的转机，它不见得是一次完成或突破一件很大的事情，惊天动地的大事件，而是你每一天给自己一点滋养，它会渐渐的累积成新的自己。还有你每一天，就像我前面提到的，完成一些小事情，照顾自己，或者是说好给自己规划一个旅程，你的这种自助旅行、自由行等等，你每一天好完成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其实这都是你进步跟你推动跟前进的一个证据哦。给自己滋养，你的梦想才会长大。你们也确实需要这样子的滋养。接下来再看一下下面的牌哦。好，我们的月亮牌哦，这张牌是月亮的倒影，它讲的是承担责任哦。我们看到有两位女性，她正在对视，背后呢有一弯月亮。讯息是承担责任，所以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并不是逃走逃避，你们的翻盘并不是我就逃走我就离开了。真正的自由不是丢掉责任，而是学会带着责任去飞翔哦。有些人可能真的在面临人生一个转折点之后，才发现自己真的不能再逃避，不能再推脱，不能再假装没事了。当你选择面对责任的时候，你的力量才会从内心涌现。就像这张牌的母性的能量一样，就像一个母亲，她可能要忙很多的事情，压力很大，但是她愿意为了承担孩子的成长，愿意去担负起这样子的责任，她的生命也因此找到了更深的力量。好，这张牌也呼应了前面的秘密花园哦。你们的责任就是给自己灌溉，给自己浇水，你们种下的种子，你要去承担浇灌的责任，否则种子是不会开花的。所以呢
你的翻盘，你的转机在于你选择不再推开自己的责任，而是带着勇气去承担。好，承担之后呢，我觉得这组的朋友啊，你的内在力量会被唤醒，你会带着责任去走向新的自由。很多的朋友，我觉得你们的视野不一样了，你们可以直视以前不敢面对的事情，或者说我觉得当你内在力量是很坚定的时候，你在处理过往一些你可能会逃避的议题的时候，你不再发抖，不再想逃了，你对你自己更有掌控，或者是说你知道你自己是可以完成很多的事情。好，你学习去承担，你学习去承担这些压力，但是这个压力并不会压垮你，反而会让你变得更自由。为什么呢？好，有些人的自由可能是别人给他的，或是说好因为某一种幸运，但我觉得你们的自由来自于你去承担，你去学习，因此这些东西学到的都是你的，都在你身上，你可以拿出来用，你可以在不同的场合去使用，也因此当环境变化的时候，你们可以在别人都好像不知道怎么应对翻天覆地的时候，你有武器拿出来。为什么？因为你过去选择承担。好，那这些就是你们学习到的功课，这是别人偷也偷不走的。有些人他们怎么说呢？是被保护得很好，或是某一种娇生惯养的这种环境，然后他的这个怎么说，一切的生活啊，如果抽离掉这个保护，可能就很难独活下去。可是我觉得对于第三组的朋友来说，你们真的是很厉害。也就是说，你愿意去承担，你承担之后啊，你不仅可以照顾你自己，也可以去照顾，我觉得就像前面说的，你的家人、你的宠物以及你所爱的人，你们可能就有这样子的信念，想要去做一些事情，而且是真的做得到的。月亮陷落，减少损失。好，这张牌的画面是一只山羊站在月亮一轮满月的前面哦。这张牌在告诉我们，你们的翻盘转机有的时候是懂得止损。在人生道路上，有的时候最有智慧的选择就是不再将你的能量放在错的地方。你可能知道这条路行不通，这个人这个人可能是诈骗，或者说这个人不值得交往等等的。这有点像是可能投资做错了一个决定，然后你们知道必须要果断的止损。电梯坏掉了，要立马下来，然后去搭乘正确的电梯才可以到达方向。在人际上，我觉得你们会学会放掉耗损你的关系。在事业上，你可能会去接受某个方向可能不再适合你，这些都不是失败，而是转折。那这张牌呢，也呼应了月亮的倒影哦。承担责任并不是什么都抓着不放，有的时候承担责任也包含知道说我这里其实应该要放手了。好，放下呢，就是代表翻盘的一个智慧。我觉得很多的朋友，你的翻盘来自于你终于知道要止损了，你知道了正确的一个讯息，也许前面做错了，但没有关系，从今天开始你就会做对。而且你们知道吗？你现在止损的这个损失，你现在做的这个转换之后走到对的道路、对的方向，这个所赢得的成果、成就跟成绩还有收获，未来会远远大于你现在的这个损失。所以这张牌是减少损失，你现在止损就是避免损失再扩大，会减少损失之外，你现在把它转换到对的方向，做正确的事情，走对的道路的话，你的收获一定会大于你现在看似损失、看似失去。好，我们来看一下月亮全支持。哇，这张牌真的很美。画面中有3个女人，还有中间那个应该是女孩，她们互相依偎，然后头顶啊，她们的眼前啊是一轮明月，头顶啊也有一弯明月，然后两旁还有星星，所以
这张牌讯息支持哦，讯息就是支持。很多人以为翻盘啊，就是我一个人要努力想破头啊，然后这种往前冲啊，但其实真相是，你们的月亮圈支持系统会是你最大的力量。当你愿意承担责任、愿意止损的时候，宇宙会把对的人带在你身边哦。很多朋友，其实你生命中已经有这样子，我觉得是月亮圈的能量在形成，他们是阴性的、柔和的能量，可能是朋友，可能是伴侣，可能是灵性导师，甚至是来自陌生人的一个鼓励哦。所以你们的翻盘时刻，并不是一个人努力的，好像想破头，而是你接受了支持，接受了爱，接受了支持，因为这些支持让你有勇气再尝试一次，再展翅高飞一次，然后你会发现你其实是可以飞得很远的。我觉得这张牌的能量其实是非常的舒服的，它让一颗受伤的心得到安放，而且它是有一种超越种族、超越语言，或者说超越一切的这样子的支持。为什么要支持你？因为你们是好像灵魂上的灵性的伙伴，你们是同类的人，他懂你，你也懂他。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懂你，或者说有些人你跟他讲话是鸡同鸭讲，你觉得他很像是来自于另外一个星球的外星人，你是完全没有办法理解的。所以能够找到支持的力量是多么可贵跟多么珍贵的一件事情，这个力量就会在你们生命中去扎根。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塔罗牌的部分哦。好，我们有什么？我们有金币2。好，这只猫咪好可爱，它在一朵好像是康乃馨吗？就在一朵花上哦，然后很轻松的用它的脚来玩这2个金币，用它的脚跟尾巴来玩这2个金币哦。它讲的是一个平衡哦。你们的转机它是透过灵活调整所带来的。我觉得这种朋友，你会在生活的很多的责任中去找到一个平衡，甚至是在金钱的流向中去找到一个平衡，会有就是我觉得你们的这个金钱的金流，或是说你金钱的一个健康度会大幅的一个提升。那另外很多的朋友则是在工作跟生活还有自己的心灵中去找到某一个平衡。也许你的心有很多的杂念杂讯，有很多的事情要关注，然后现在呢，好像你可以在这么多的事情中去找到一个平衡。它并不是一步到位的，我更觉得它像是一个慢慢的调整的一个过程哦。可能你一开始在抛接这2个金币的时候，有一个金币它会掉下来，但是你们多练习熟练几次之后，你其实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就像这只小猫咪一样，它可以用它的脚跟尾巴来玩转这2个金币。这组的朋友我觉得这个就是你们可以很轻松的去处理一些好像生命中需要去多工应付的一个课题。那同样的你们也会有这种支持圈的帮助，来让你更加的平衡。有可能是有人帮你做打手，或是说有人怎么说呢，在你最需要帮忙的时候就是抽空它不一定是金钱，它有可能是金钱，它有可能是陪伴或是时间，或是用其他的形式来给你最需要的一些支持。好，下一张牌是圣杯2哦。这张牌是讲关系的牌，无论是爱情、友情，或是跟自己的和解。好，这组的朋友，你们会迎来一个很大的翻盘，就是关系的疗愈。也许是遇到一段新的爱情，让自己重新相信爱，或者是你跟某一个人的关系好转，也或者是你跟你自己的内在小孩和解。那你看这3张牌，我觉得他们是互相呼应的。你身边会有支持的力量，这个支持的力量也可能是
进一步的形成圣杯二。当你允许支持进来的时候，你的人际跟你的心灵都会迎来转折。最重要的就是你们也会跟自己和解，跟自己和解就是人生最大的一个成就。这组的朋友，我觉得在很多一些我觉得特别的议题上，一些比较深度的议题上，比如说疾病、健康，或是家人、原生家庭，或者是一些性别的议题上，你们会找到同频共振的人，或是你们会找到伙伴，在走，就是你们身上可能背负了一些东西，这个东西，这个记忆，这个经历，形成了你特殊的人格，或者说你特殊的气息跟样子。那你在这条人生道路往前走的过程中，可能会觉得，自己身上这个独特性是很难跟身边的人去呼应，或者说你有些地方其实是没有办法很坦诚的去表达可能你会觉得这个经验就是只有你身边的人好像不懂，然后他们不知道怎么去接纳等等的。那这一组的朋友我看见你们很大的能量在于就是人还有爱跟关系，所以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跟你类似跟相同的灵魂不管他是在你身边，或者是说你是透过网际网络，透过其他的方式知道他的故事，我觉得你们会深深的被鼓舞，特别是一些就是在比较严肃的议题上，你们不会再去怎么说呢？这边有一个放下，就是放过自己的能量，你愿意放下了，你愿意放过自己了，你会发现其实也没什么。好，就是其实也有一些人，他们有大大小小不同的伤痕，但他们走过了，然后他们的这个经验会成为支持你的一个力量。权杖三，权杖三这张牌很厉害哦，它是一个展望未来。你们的翻盘呢，有一个真的是跳脱舒适圈，去看见更大的世界。有些朋友，你可能是在现有的基础上去拓展、去拓宽。好，你从有一种体制中往上爬的能量升级了、升阶了。那有另外一些朋友，我觉得你可能会换跑道，或是说外派出国，也许你是随着身边的伴侣去外派或是出国，总之你的生活圈或是说环境，或是你接触的一些思想跟知识或是人，它都有一个扩大的能量。你们可能会从一个就是比如说某个领域的小白，到能够自信的跟别人交流，或者自信的侃侃而谈好，这个都是你们人生翻转、人生逆转、人生翻盘的一个真实的力量。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组最后一张牌Anchor。好，我们这张牌是锚它代表的是一个可以依靠的定点，或者是中心，或者是一个人。那你们真的不用再漂泊了，然后又再一次的呼应，你们并不是孤单的一个人，你们有月亮圈的支持，它呼应了前面所有的牌，一切的一切都会落在一个让你可以安定下来的力量。这个锚它可能是一份稳定的收入，一个支持你的人，一种信念，相信自己的信念，喜欢现在的自己的一个信念。你们会找到那个锚，那个锚对你来说非常的重要，因为你找到了之后，你的心就定了，你就安了，你人生不会再被外在的风吹草动所影响，你能够在大海中稳定的、稳稳的前行。
所以第3组的朋友啊，正负牌在告诉你们，你们的奇迹跟翻盘就在每一天的小选择。当你开始给自己正向的语言，当你开始把这个正向的语言滋养你自己，到滋养你身边周遭的人，比如说你的家人、你的伴侣、你的小孩，或者说你的朋友等等，你用这些正向的语言去滋养它、灌溉它，同样的也是自己在营造自己的月亮圈、支持圈哦。好，当你找到平衡，懂得放下、接受支持，最后跟自己的和解，其实这个一路以来，你就会看到你自己会慢慢的蜕变，然后这个转机，它其实是，我觉得它并不是好一次大事件的完成，而是每一次你看到自己小小的完成跟小小的蜕变，你们的人生有好多好多的翻盘的时刻，而且宇宙想要告诉你说，你不需要跟别人比较，不需要达成世俗定义上的成功。当你喜欢现在的自己，然后当你找到那个让你心安定下来的锚，你们会找到的。这个就是你人生最大的一个翻盘。好，恭喜第3组的朋友，选到第3组的朋友，祝福你们。最后呢，也提醒大家哦，米娅的22堂线上塔罗课程现在已经全部上架完毕。如果想要成为灵性学习上的好伙伴，也欢迎一起加入，跟着米娅一起学习哦。我们下次影片见喽，拜拜。